老公，集团顺利的在纳斯达克敲钟，我刚刚结束庆功宴，马上就回去。顺利就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和孩子们在家里等你。妈妈，洋洋想你啦。妈妈，妍妍也想你了，你快回来吧。妈妈马上回来，过几天陪我的2个小宝贝去游乐园玩。危险！近日，富氏集团总裁傅京神秘失踪，目前老公、家人仍在不懈寻找中。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王一梅啊，工地上5块钱的盒饭你都舍不得吃，你就吃这个，身体能受得了？要我们说呀，这钱呐还得放在自己身上踏实，让你的养子把你姐吸干了，值吗？哪有什么值不值的？这么多年，我早把以前的事忘了。更何况这些年都是正儿一直陪着我，相依为命。那父母赚钱还不都是为了孩子？俗话说得好，叫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。这老了还到工地里来搬砖了，你说都什么命啊？唉，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找到你妈妈的消息，我真是没用。爸，你这是威逼又犯了。哥，你先送爸去医院吧，工地那边有我就行了。小杨，你妹妹这些年被我惯坏了，她性子急，一个人去工地我不太放心，你跟着一起去看看，有司机送我去医院就可以了。好吧，爸，那你有事联系我。让开，让开！不长眼啊！2小姐巡视工地，无关人等统统让开！哎，妍妍，你可是陆家大小姐，工地这种地方你怎么能亲自来呢？晒坏了怎么办？我会心疼哦。在外面注意点，我不想让人看到后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些农民工身上味道都臭死了。哎呀，赶紧巡视完，赶紧走吧。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会儿啊，我带你去一家新开的法餐店，那里的鹅肝特别美味。我怎么听到了正儿的声音？正儿，我准备攀上富氏这根高枝，可千万不能让景言知道我妈就是工地搬砖的。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叫我？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叫你？哪有？妍妍，你听错了。那个，我上洗手间，待会儿再来找你啊。妈，你怎么跑到富氏集团的工地上来了？哎呀，妈这年龄找不到好工作，这儿给我的工钱高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妈挣的，都给你。哎，这钱一股子民工味儿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富氏集团的工地搬砖，我还怎么在富氏混呀？听我的，一会儿把这工作给辞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妈都听你的。等妈再多攒点钱，给你买你上次看的那个表。买什么买啊？就你那仨瓜俩枣的，连个表带都买不起。正儿，你是不是和富氏2小姐在谈朋友？那富氏可是海城首富，咱高攀不起的。这事儿你别管。我是你妈，我怎么能不管呢？王正，你竟然在这里跟一个女农民工拉拉扯扯，你是想丢我们富氏的脸吗？2小姐，其实我是她的。妍妍，其实，我是来问他洗手间在哪，你别误会。王正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农民工底层的险恶？
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竟然敢勾引我男朋友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哥，是他这个老不死的先挑事的。阿姨，你没事？哎呀，大少爷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啊？大少爷，您说笑了，我就是个底层农民工，哪有荣幸认识您呢？妍妍，妈当初立下规矩，集团所有员工一视同仁。你伤了阿姨，你应该向她道歉。哥，你让我给一个臭农民工道歉？不用道歉，不用道歉，我那边还有活儿，我先去忙。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？还在惹事，他要是真的不要命伤了你，你让爸怎么活？哥，我有天神护体，王正呀已经给我找到了匹配的眼角膜了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王正，是真的吗？妍妍可是高强度排异体质，能和她匹配的眼角可不好找。这事交给我，您放心。啊，为了我，你应该愿意捐眼角膜吧？我接个电话。竟然害我挨骂，看我今天怎么饶得了你！谨言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你说，他要是被那房梁上的砖头砸到，他不死也得瘫吧？妍妍，这会闹出人命的。本小姐教训一个农民工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你不会真的跟他有？怎么可能啊！我的心里只有你，苍天可见。哼。老东西，去死吧！老不正经的，敢跟我作对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哎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王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难不成真跟他有一腿？不是的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哥，哦，大少爷，是这个工人刚刚被楼上掉下来的砖砸到，二小姐正好看到，这才拉我过来查看情况。对，哥，真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不是你做的最好，来送医院啊！哎，你醒了？这是陆大少留下来的，里面有100万。说是集团给你的工伤赔偿。大少爷给我的。对啊，他还特别叮嘱安排您和他的父亲陆董共用1间 VIP 病房呢。你还真是好福气啊！旁边住的是复试的陆董。陆董，南瓜吃了对您的胃病有好处的，您吃点吧。拿走吧。唉。陆董向来不喜欢这些粗粮，怎么劝都没用。要不我试试？啊？好香的新型南瓜派啊！阿姨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的？我也说不上来，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，照着就做出来了。好。阿姨，走，我去帮您办出院手续。走。陆董，您看这次的南瓜派，您有没有胃口？不必了。这谁做的？老公，吃点我做的南瓜派，对胃好。我吃不惯这些。哎呀，这是我独门秘方，亲手做的，你尝一尝。
怎么样？老婆，你做的这个新鲜南瓜派果然好吃，真是独一无二。那当然了，快吃。是的，是老婆做的。这南瓜派是谁做的？就隔壁的阿姨啊。是你回来找我了。爸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洋洋，你安排的隔壁阿姨是谁？就是我们工地上的一个女工，因为怕花钱啊，刚已经办手续出院了。工地女工，怎么回事？赶紧去查一下她的资料。哎，妈，振儿，你伤没好，怎么就能出院呢？妈没事儿，回家养2天就好。咱不能再麻烦大少爷了。你这还说没事？还好我已经给你办好了住院手续，钱都交过了，只要你按个手印，就能继续住院了。还好我特意准备了英文版的眼角膜捐献协议，妈肯定看不懂。振儿，妈不用，你留着这些钱买房子和买车吧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和妍妍没有及时说清楚我们家的情况，害你伤得这么重。你要是不按手印啊，那就是不肯原谅我，我还怎么面对你啊？好，妈签。还是我的乖儿子，心疼妈。振儿，这不对吧？这怎么是无偿捐献眼角膜的协议呢？妈，你能看懂英文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能看懂。振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妈的眼角膜干什么呀？不行，我能不能攀上傅氏在此一举，万不能功亏一篑。对不起妈，我不是故意瞒您的，是妍妍她需要眼角膜，但是她是特殊敏感体质，只有您的数据和血型刚好和她匹配，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。振儿，你的意思是要我捐眼角膜，是给傅氏2小姐？对不起妈，可是这是我改变人生的唯一机会，只要你捐了眼角膜，我就能娶妍妍了，我求你了。好，只要你能幸福，妈少个眼角膜没什么。这是工地赔偿款100万，妈不住院，你拿去用吧。对不起妈，是儿子不孝，是儿子没本事，拖累了您。振儿，你虽然是妈捡来的，但是妈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。妈答应你捐献眼角膜，但是妈希望你结完婚之后再捐献，省得傅氏反悔。妈就是想亲眼看见你结婚，妈就放心了。你放心，妈一定攒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，一定不会给你丢人。谢谢妈，等婚礼事定了之后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再给你买大牌的衣服，到时候你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妈妈。好，好，妈没白疼你。妈，那现在能按手印了吗？咱们的女儿结婚了，不是你在，那该多好啊！爸，又在想妈了吧？我有预感，妈妈很快就会回到我们身边的。
来，今天是董事长家大喜的日子，你去把婚礼现场给我打扫干净，记着一定要打扫干净，否则你这个月工资就没了。好。任儿结婚了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大家好，我是新郎王正。其实我自幼就无父无母，没有过过一起生活，更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。直到遇到了妍妍。儿子，坚持住啊！马上到医院。妈妈，我想吃蛋糕。妈妈，你也吃。妈妈不饿，正儿乖，你吃。是的，正儿，你是忘记告诉妈妈你结婚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第一次拥有家人，我一定还你个更温暖的家。接下来到了我们一个敬茶改口的环节，我们有请到的是新娘的父亲以及他的哥哥上台见证，掌声有请。那由于新郎官呢是没有父母，所以接下来的环节由新娘的亲属代为见证。这明明答应我婚礼会第一时间通知我，还说要我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妈妈，可他为什么要说她是孤儿？诸位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我的妻子于20年前失踪，所以今天就由哥哥代替母亲出席妹妹的婚礼。不过我相信我的妻子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，一家团聚的。爸说的对，我从来就没有妈妈，今后妍妍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。我相信妈一定会回来的，她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妈妈。没想到新郎一表人才，还这么孝顺，富士选人果然有眼光。正儿，你搞错了吧？妈妈在这儿啊！王正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妈妈？我从小就无父无母，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宝洁。他肯定看我是个孤儿，又娶了富家千金，所以他贴上来捞点好处。正儿，你怎么能骗人？你个下贱的宝洁，竟然敢到我们富氏集团来碰瓷！我看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儿媳妇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他的养母，养了他20年。谁是你儿子？我没有你这种做保洁的忙。你真打我！还狗叫！王正，是不是男人？用点力！我是你妈！闭嘴！你根本不是我妈！这不可能！居然是你！老不死的，你竟然敢跟到这里来！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各位，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个老太婆3番4次的打我们富氏集团的主意，今天我就让她好好的长长记性。给我打爆她的头！正儿，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？你这么对我！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是孤儿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妈！住手！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爸，他就是个没脸没皮、占便宜没够的下贱保洁，我真不认识他。
你说什么？他没皮没脸，他下贱保洁。是啊，爸，这个保洁一身穷酸味，还一肚子坏水，妄图毁了我和妍妍的婚礼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好一个丧心病狂！爸，都怪我让这个臭扫垃圾的混了进来，毁了妍妍的婚礼。你别生气啊，我这就赶他走。赶他走？他都说是你养母了，你确定不认识他吗？没用的东西，竟然敢惹我爸生气！你信不信我让你立刻滚出富士集团？王阿姨，我认识，她不像是个会骗人的人。哥，王正，你确定你没有说谎吗？我真的没说谎啊！这个臭扫垃圾的就是骗子，还又老又穷，怎么可能会是我妈？生儿，我养你20年，供你吃穿读书。这20年，我扫过大街，给人搓过背，冰天雪地我送外卖，工地上搬水泥，不管再苦再累，我都去抢着挣钱。我为什么？为的就是把最好的都给你。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你这样对我，老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过得这么惨。老东西，别在这给我编什么故事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贪图富贵，故意在这给我演戏，赶紧给我滚！别妄图跟我攀上关系。现在可是全世界500强，排名前10的富士的女婿，你要再不滚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做我富士的女婿，你也配？爸，我和妍妍的婚礼是你亲自点头的，我怎么就不配了？别叫我爸，你不配。爸，你为什么？都怪你这个废物清洁工，阻碍我入赘豪门，都气得我爸不认我了。爸，我跟你保证，她根本不是我妈，我跟她绝对没有半点关系。好啊，你要说你不认识她，可以，你就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给我打爆她的头，否则休想踏入我们富士集团半步。儿子，你真的为了入赘富士不认我这个妈了吗？你明明说过，当你结婚的时候第一个告诉我，让我做世界上最漂亮的妈。闭嘴！你再胡说，别逼我！为什么我那么乖的真儿变成这样了？你到底砸不砸？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我再给你最后3秒钟，你要是不走，我们就一拍两散。3、2、1。王正，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到底该怎么做，你最好给我想清楚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砸他，证明他跟我毫无关系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！你连自己的养母都下得去手，王正，你禽兽不如！她真不是我养母，我真不认识她。还在狡辩，当我眼瞎吗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个清洁工啊，就是这个新郎的养母。就凭他一个毛头小子，还能糊弄陆总？没想到你不只是一个废物，你还满嘴跑火车！你把我们富士集团当小丑是吗？王正，我奉劝你最好实话实说。是，这王雪梅就是我的养母。原来真是这小子对养母这种态度。真是，他也是个吸血鬼。从小，我不仅要给他洗衣做饭，还要给他端洗脚水。与其说我是他儿子，不如说我是他佣人。他现在跑来跟我相认，就是贪图富士给我的富贵生活。正儿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他还说，还要一辈子赖在富士享福，他这完全就是在卖儿子。我怎么跟他相认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妈妈，搞快一点，我饿了。
好啦好啦，饭来啦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来，儿子，快吃吧。妈，你咳嗽这么厉害，还是我来洗吧。这不是你干的活，你赶快去学习去，不用你操心，快去。哎呀，哎，儿子，妈，这个月生活费用完了，再给我转500的。好，妈现在就给你转啊。儿子，妈给你转过去了啊，你对自己好点儿，吃点好的啊，妈有钱。这20年了，我虽然没有给你最好的，但是我也算照顾的你无微不至吧。我从来没有奢望你拿什么来报答我，怎么到头来还落到个卖儿子的罪名啊！闭嘴！卖儿子？你也配？你个臭保洁！你以为你是王正的妈，就要本小姐喊你一声妈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妈可是当年跟我爸一起打下富士天下的女神。你个臭保洁，也妄想当我妈？你配吗你？畜生！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爸，你打我！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没有打过我。就是因为这么些年，我把你给惯坏了，所以才让你变得这么目中无人。今天我就要替你妈好好教训你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要是我妈在这儿，她肯定会护着我的。还有脸提你妈？爸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给妍妍留点面子吧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。都是因为你这个臭保洁惹怒了我爸，还赖在这里给我装母子情深，不就是为了讹钱吗？好，本小姐今天就当打发要饭的，这几百块钱拿着赶紧走，也算没白让你在这演了半天戏。二小姐，我不是来讹钱的。你这个便宜妈，还真够黑心的呀，嫌钱少是吧？这下够了吧？现在跪下，用嘴给我一张一张叼起来。这钱我就送你。我说过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正儿，妈不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的，你都是说话呀。让你说什么？你快捡着这些钱，赶紧给我滚！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！你为什么突然跑来毁了我的婚礼啊？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够了！听见了没有？我爸已经忍你忍够了。你要是要饭就算了，但要想再攀我们傅氏的关系，我不介意找人打断你双手双脚，你连要饭都要不成。我不是来攀关系的，我就是想参加儿子的婚礼。我想亲眼看见他成亲，看见他幸福。幸福？你拿什么给我幸福？是你这一身穷酸味儿，还是你在工地扛水泥，那每个月2、3千块钱？妈是穷，是没有本事，但从小到大，我倾尽所有，尽可能的给你最好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嫌弃我穷，会不认我这个妈。亲戚所难。王雪梅，你要点脸吧！别人家的孩子
从小都是豪车接送，混神名牌，玩 iPad， 你又给了我什么？对不起，正儿，这么多年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认为我对不起你。难道我养你还养错了吗？当然啊，要不是你接我回来，那可能就是更有钱的人家收养我。穷就是你的错，你这个穷鬼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妈！王正，我原以为你只是出身不好，没想到你竟是如此不堪，你真让我瞧不起你。我不堪？对，没错，只要有这个清洁工子，我永远都是不堪的。妈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现在就处理掉他。滚！不要叫我爸，就凭你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他。一个清洁工的儿子还想一步登天，跻身豪门，怪不得陆总这么生气。我看这婚呐是结不成了。让他上去吧，这不诚实。爸，我错了，您放心，我今日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王雪梅，你看见了吗？就因为我是你的儿子，才总是低人一等，被人看不起。有你这样的儿，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。今日我要跟你签下断亲书，断绝我们母子关系。断亲书？正儿，你真的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为什么呀？这么多年，你要什么，妈没有满足你吗？就连你要跟傅氏二小姐结婚，捐献眼角膜，我都答应了你了，为什么呀？别碰我！你破坏我的高定西装，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正儿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妈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着你成家立业，看着你能够幸福，你就是让妈死都是可以的。王正，什么捐献眼角膜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就是这份眼角膜捐赠协议，正儿，我在上面签字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，你结婚的时候会让我来的，你怎么能骗我？原来就是他给我捐赠眼角膜。王正，你也不嫌这个老东西脏，万一传染什么脏病给我怎么办？王正，原来你之前说的捐献志愿者竟然是你的养母。王正，原来你之前说的捐献志愿者竟然是你的养母。对不起爸，妍妍需要换眼角膜，可是她是特殊敏感体质，必须血型一致的熊猫血捐献者才可以。我实在找不到这样眼角膜的来源，而这个糟老太婆，她恰好各项指标都符合，只能委屈妍妍接受这老太婆的捐献了。啊，不过爸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医生检查过了，这老太婆的眼角还是很干净的，绝对没有什么脏病、传染病传染给妍妍。好啊，王成，好的很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！妈，妍妍是我的妻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正儿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难道你说这样的话，良心没有亏吗？闭嘴！王雪梅，你开口闭口就是养我20年，这20年我还不是被你拖累了？就凭我叫你20年的妈，别说一个眼角膜，我就是要了你的命，都是应该的。你在这给我装什么伟大？我没有装伟大，你让我给儿媳妇捐眼角膜，我都答应了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不明白是吧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全身上下除了那对眼角膜以外，对我毫无价值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乖乖配合捐献，然后放过我。等我完成婚礼，然后入赘傅家，我就能得到1000万的嫁妆，上亿的豪车豪宅，还有傅氏集团副总的职位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当我的儿子影响你入赘豪门，你早就想跟我撇清关系了，只是为了哄我的眼角膜，没有说明白而已，对吗？明白就好。
入赘傅氏才是我这一生中唯一能飞黄腾达的机会。你现在赶快签了这份断亲书，然后滚出我的世界！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了入赘傅氏，真的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是，入赘傅家，我就能得到法拉利幻影、碧佛利山庄，还有副总的职位和辉煌的前途。在这面前，你的母爱根本就一文不值。我宁愿从来就没有过你这样的母亲。这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可知道，傅氏赐予你的一切都是靠谁打下来的江山？你确定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？从此以后，无论生死贵贱，再无瓜葛。是啊，爸，这个穷鬼我太了解了，厚颜无耻至极。我多当他一秒的儿子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断得干干净净，以后再入赘傅家，绝不会让傅氏集团摊上这样一个穷亲戚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不要后悔。哎，爸，我不后悔。我今生最不后悔的事儿，就是和你这个死老穷鬼断绝母子关系。好，既然你不认我当这个妈，那我答应你，断绝关系。各位，今日是我入赘傅家的大好日子，还请各位跟我一起见证一下，我和王雪梅断绝母子关系，此生再无瓜葛。老不死的，你现在都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还愣在这干嘛？你要是再不出去，我就让人打断你的双手，打断你的双脚，把你扔出去！混账！爸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大闹我喜宴的外人打我，而且他还想当我的婆婆，让我叫她妈妈。他不就是羞辱从小没妈的我吗？我羞辱他又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妍妍，爸的意思是，我们傅氏集团向来都讲究人人平等，爸是不想当面苛责这个清洁工，以免落下话柄。不过啊，爸，他毕竟只是个拉低婚礼档次的穷酸下等人，妍妍赶他出去也是合情合理啊。谁给你底气说这样的话？他是穷酸下等人，那你呢？爸，我当然不是下等人，不过咱们家最尊敬的当然还是您了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陆董，咱们家最尊敬的还是您啊。又错了，我们傅氏最尊贵的人是我的妻子傅菁。今天所有赐予你的一切，都是他白手起家打拼回来的。你说的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你要是再敢对我爸出言不逊，小心我让你下地狱！正儿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，别扶我！爸，您的教诲我明白了，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。爸，那接下来婚宴给父母敬茶的环节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跳过了？毕竟我和妍妍还要趁着及时交换婚戒呢。是要跳过，还有你和妍妍的婚礼也要取消。爸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王正，一个连养母都不认的白眼狼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傅氏的人，看不起含辛茹苦把你养大的养母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就代表我的妻子傅菁，傅氏集团掌门人的身份宣布，取消赠予你的1000万嫁妆，收回赐予你的上亿豪车豪宅，并撤回许诺给你的傅氏集团副总裁职位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为了傅氏的颜面，我已经和王雪梅这个穷酸下等人断绝关系了呀！我一心为了傅氏，你为什么还因为这个糟老太婆收回给我的一切呀？无主的东西，你以为我傅氏赐予你的一切都是靠谁挣来的？没有他，就没有傅氏的今天。妍妍，你帮我给爸求求情，让他不要取消婚礼，让他不要收回给我的一切。你知道的，我是爱你的呀。滚！爸，你让我甩了这个窝囊废，我可以理解。
但傅氏的今天，不是我妈和您共同拼搏出来的吗？跟这个底层的清洁工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你的命，还有整个傅氏，都是你口中这个所谓的清洁工给你的。没有他就没有傅氏，连我的命都是他给的。我爸怎么越说越离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爸的意思是，傅氏能有今天，是有千万个像他一样的底层工作者辛苦劳动换来的。至于我的命，哦，应该就是在说捐赠眼角膜的事。老东西，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呢，原来也不过是我爸抬举你。爸，你是不是想要他心甘情愿的把角膜捐献给我，所以才刻意维护他的呀？爸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老东西啊，早就已经签了无偿捐献协议。就算我今天把他打死在这儿，他也得把眼角膜给我挖出来给我，不会影响治疗的吧？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爸，我这话糙理不糙啊。再说了，我是傅氏的千金，是您和我妈的女儿，让她给我捐献眼角膜，那都是她的荣幸。你还在胡说！陆谨言，你最好给我尊重一点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爸，又打我！到底他是你自己人，还是我是你自己人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装可怜博同情就可以跟本小姐谈条件。捐赠协议上你已经签字了，盖手印了。你要是敢反悔，我就敢让你坐牢。至于你今天大闹我的喜宴，我就敢让你牢底坐穿。混账东西，立刻给我跪下向他道歉，否则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爸，你说什么？爸，这个王雪梅到底是谁啊？诸位，今天的婚礼虽然取消，但是我傅氏今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喜讯要宣布，那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失散的二姐。傅氏千金的婚宴，傅氏千金的婚宴，哈哈，还真是热闹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林德兴、林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陆总，你把我们父子当外人了，女儿大婚也不请我们来喝杯喜酒，我们只好不请自来了。傅家办事从不讲排场，只邀请至亲好友。傅氏从不讲排场，还是没了傅京讲不起排场啊！真是想不到，一向眼高于女、富有千金，居然嫁给一个清洁工的儿子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我们傅家的家事就不劳二位费心，今天的婚礼已经取消，二位请回吧。陆董，你先别忙着赶人啊！傅氏好不容易办一回婚礼啊，办一回喜事，这么好的婚礼场景可别浪费了呀！要不等明天我当上傅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就勉为其难的娶了你闺女。虽然她现在眼睛快瞎了，但是还是有几分姿色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了她，你说好不好啊？放肆！就凭你也想当傅氏董事长，你配吗？陆董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虽然我进傅氏是晚了些，没见过傅京那个短命，但是现在我好歹也是除了你之外傅氏最大的股东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当傅氏的董事长？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爸已经获得傅氏最重要的伙伴帝豪集团小弟总的支持。只要我爸和帝豪集团的合作方案一签，董事会一定会支持我爸成为新的董事长，取代你的。林德兴，你别太忘恩负义。当年要不是我爸提携你，还在乡下当一个泥腿子呢，反了天了你！当年帝豪有难，是我的老婆傅京出手相救，才帮帝天林保住了帝豪。这些年，
帝天宁对我老婆还有陆家感恩戴德，我就不信他会绕过我们陆家和你们林家签约。帝天宁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没错，帝天宁对傅京是感恩戴德，但是他老了，他要退位给他的儿子小弟走。我觉得你们陆家要翻盘呐，除非傅京那个死人能活过来。这可能吗？你看这可能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们陆家不能翻盘？傅京回来了，在哪儿？傅京在哪儿？在怎么了？头痛。帝天宁，我好像记得这个名字。你想起什么了？我记不清了。20年前，我出了车祸，失去了记忆。只是现在，我只要一仔细想，我就疼。不急不急，想不起来也不要勉强。行啊，你就不要再装了。难不成你还认识帝天宁？要不是你跟大家说，你就是帝天宁的大恩人，傅京得了啊！帝天宁是何许人物？就连我爸也未曾有幸见过他，也是你这种废物清洁工能认识的吗？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跟他说话？陆董，果然是饿了，官夫当久了，居然连清洁工也不放过。林旭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哟，陆家大小姐生气了，你看看她生气的小脸蛋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干脆你嫁给我爹以后，连我一块伺候得了。闭嘴！这里是我妹妹的婚礼，岂是你造次的地方？看谁敢动我儿子！陆远航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林家取代陆家，让傅氏改名换姓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儿，带着你的儿子和女儿，好好的伺候我们父子俩。等我高兴了，说不定会赏你一口饭吃。于德熙，我要你的命！陆景言，之前你仗着傅氏的威名，我没法跟你斗，但如今我林家有着帝豪集团撑腰，我还怕你什么？林董事，林少爷，你们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。我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也清楚，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利益。即使你们和帝豪集团合作关系再牢固，只要陆董能给出更完美的方案，扭转局面是有可能的。爸，哥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没错，只要林家和帝豪的合作还没有敲定，我们就可以凭借更好的方案来翻盘。王阿姨，多亏你的提醒。陆远航，你在大家面前装情深似海，不会跟这清洁工早就有一腿了吧？一个底层废物，张口方案闭口方案，难不成你董事长的位置是靠清洁工的方案才把你保住的吧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那个实力呢？爸，这陆远航胸有成竹的样子，难不成这清洁工真有什么来头？他能有什么来头？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他会做方案，简直就是笑话。正儿，你哟，还真有意思。可是这废物的儿子，你怎么不替他说话呀？我哪是他什么儿子？我早就跟他断绝母子关系了。就是看不惯他装腔作调的样子。只有陆家那群傻子才会信他。林总、林少，你们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陆远航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这清洁工的儿子都选择大义灭亲，你选女人的眼光太差劲了啊！来人，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在这里跟我作对，把他的手脚给我废了，扔出去！等一下，爸，儿子有个好主意，比如叫他这个废物儿子清楚废了，那肯定很有意思。不愧是我林德兴的儿子，就照你说的做。
王正，你不是说你跟这个废物已经断了母子关系了？那你亲属废了，到时候我答应你做跟班儿，怎么样？林少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好啊，王学习，守住傅氏的美梦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王正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这一棒子下去，就是与我们陆家与傅氏为敌了。王正，王阿姨可是养了你20年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正儿，你收手吧！林家父子都能背叛傅氏，他能善待你吗？王正，你已经被傅氏踢出局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林家给你撑着！是。林少，你说的对呀。傅氏没有了傅京，就是个空壳。现在只有林家才最有前途。只要攀上了林子，你们傅氏要向我低头。等等，谁说傅氏是空壳？其实他就是。我管他是谁，他挡我的路，他就该死。小心！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王正，看你活腻了，连我爸都敢打。二小姐，这可不怪我啊，是他自己上赶着来挨打的。王八蛋！爷爷，孺子可教也，我可得好好讲理讲理。正儿，邻居只是在利用你，你不要上当。闭嘴！我的事你管不着。现在有林少给我撑腰，陆谨言这个半瞎的疯子要滚多远？王正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本小姐要好好教训你！放开我！陆谨言被自己舔狗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陆大小姐，沉住气呀！等明天我和小弟总签完约，整个傅氏集团就改姓林了。你爸还有你哥都会成为我们父子俩提鞋都不配的手下败将啊！我们就别在这里跟这群蠢货浪费时间了。儿子，我们走。二小姐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把陆董送到医院。哦，陆总已经没什么大碍，24小时之内就能醒过来。24小时，恐怕等爸爸醒来，傅氏集团已经被林家父子鸠占鹊巢了。看来这一次，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应付危机了。都怪你这个清洁工，害得我爸成这个样子。说，是不是你跟林氏父子是一伙的？妍妍，这明显是林家父子蓄谋已久的阴谋，与王阿姨没有关系。眼下最要紧的是，我们要赶在签约仪式之前想出更好的方案，这样才能扳回一城。哥，可是这么短时间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出更好的方案？况且，爸这晚上也不可能没人照顾呀。二小姐，大少爷，如果你们信任我的话，我可以守夜。毕竟陆董也是为了我受伤的。那就麻烦王阿姨了。作为回报，以后你就到我傅氏集团总部当清洁工吧。经此一闹，酒店那边大概率不会用你了。谢谢大少爷。大少爷怎么把帝豪集团的资料落下了？帝豪集团的财务报表存在很大的漏洞，如果不及时补救，帝豪集团面临破产。头痛。奇怪，我好像知道怎么解决帝豪和傅氏的危机了。这次傅氏集团有救了。哥，
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小帝总在董事会召开之前跟我们见面。你说我们连夜做出来的方案，能不能让小帝总改变心意，跟我们合作？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最后的机会。幸会，狄总。那我们里面谈。什么垃圾方案？你们陆家要是就这水准，我们的合作还是算了吧。厉总，这次确实有点仓促，要不这样，你有什么条件提出来，咱们再谈一谈。我跟你们林总还有约，这次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厉总，厉总，关于方案的事儿，我能不能占用你几分钟时间？王雪梅，你有毛病啊！你一个清洁工懂什么方案？赶紧滚！王阿姨，厉总是来谈正事的，这些你都不懂，先出去吧。大少爷，二小姐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厉总说。你们傅氏是真不行了呀！一个清洁工也在这指手画脚。王雪梅，给我滚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厉总，我看过帝豪集团的财务报表，存在严重的财务漏洞。厉总，据我判断，现在已经有境外资本正在试图做空帝豪集团。以帝豪集团的资金流动来看，根本没有办法抵御这次风险。对方一旦发力，帝豪集团恐怕要破产。什么？混账！一派胡言！帝豪集团在我带领下蒸蒸日上，已经跻身全球10强。一个清洁工敢在这咒我们？陆家大少爷二小姐是故意整出清洁工来恶心我的吗？厉总，不是这样的。王雪梅，你这个老东西，谁让你胡说八道的？赶紧跪下，给厉总道歉！大少爷，二小姐，厉总，我真没有胡说，我是根据报表得出来的结论。你个什么都不懂的底层渣子，也敢在这危言耸听！厉总，您再给我5分钟，5分钟以后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根据资金流向，5分钟以后，对方一定会有一次试探性的做空，到时候帝豪集团的股票一定会跌停。编，继续编！你们傅氏是有多走投无路啊？找个清洁工在这上蹿下跳，丢人现眼！厉总，我真没胡说。10分钟以后，帝豪集团的资金就会流向境外不明的账户。如果不进行干预，8个小时以后，帝豪集团就会宣布破产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帝豪集团是不是要完蛋了？那我可得求求你啊！哎呦，清洁工老师，求求你帮帮我们，救救我们集团呐！厉总，这是我写的初步方案和初步的解决办法，您看看。写的倒是有模有样，但你觉得这个能骗得了我？厉总，您再往后看一看，这只是一个初步解决方案，详细内容，我想等您和傅氏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到时候我再给您详谈。我相信到时候您一定会找我的。找你？你一个清洁工也敢来指教我？还是说我给你们傅氏脸了？厉总，您再看一看，这真的是为帝豪集团好呀！够了，我和林德兴还有约，兄妹，别用垃圾来打扰我。厉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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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再看看，我真的是为了帝豪集团好。王阿姨，你就不该不懂装懂，冒犯你。现在得罪了厉总，想要再合作，恐怕难了。哥，这个老废物搅黄了我们和帝豪的合作，他分明就是想置我们傅氏于死地。大少爷，二小姐，请你们相信我，这个方案真的可行。还说，你看我今天我不打死你！住手！说到底，还是我们的方案没有打动厉总。就算没有王阿姨，结果也一样。看来有些人啊，是吃了厉总的闭门羹啊！我劝你们，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厉总是不会放弃和我爸这次合作共赢的机会，毕竟
不是谁都像那个陆宇航一样，被一个清洁工迷得神魂颠倒。林俊，我告诉你不要太嚣张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没想到啊，堂堂傅氏大少爷居然还这么天真，还想着傅氏能翻盘呢。难怪傅氏后继无人，以后啊也只能走下坡路了。王正，这里是我傅氏集团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叫嚣。外人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陆大小姐，我现在是林少的跟班，用不了多久啊，你们才是外人。王正，就凭你也想赶我们走？陆景言，不得不说，你其他本事没，倒是选舔狗的本事一流啊！只可惜，看看你这废物样子，恐怕你能让我这小兄弟好好满足了吧？哎呀，林少，别这么说，你看那一副要瞎眼的样子，根本就懒得碰他，哪谈得上满不满足啊？邻居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正儿，二小姐怎么说也是咱们的少东家，你怎么能这么和她说话呢？王雪梅，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做傅氏的狗，只可惜到现在也只是个清洁工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二小姐、大少爷，和帝豪集团的签约仪式马上开始，我们该去会议室了。走着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好开开眼。走，跟我去会议室，即将见证我爸成为新董事长的时刻。看来现在只有这个方案能帮傅氏。地总，不好了，咱们集团的股票突然跌停了。什么？刚好5分钟，我真被他说中了。地总，您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清洁工而已，他一定是碰巧蒙的才对。没什么，股市波动很正常。我们跟林总的签约时间到了吗？先去会议室吧。10分钟以后，帝豪集团的资金就会流向境外不明的账户。如果不进行干预，半个小时以后，帝豪集团就会宣布破产。哎，等等，通知集团财务官，接下来全力关注股市的资金动向。希望他说的只是在唬我。这就是你们陆家拿出来的方案，和林家相比，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水平。难怪地总选择和林家合作。方案是林家出的，合作是林家拿下来的。要我说啊，陆远航就该安心回家养病。我提议由林董事担任新任董事长。我先投一票。我也投一票。我也投一票。陆大少爷，刚才是谁说的？笑到最后才是赢家。你们陆家要是再拿不出像样的方案，这傅氏集团可要跟我爸改姓林喽。等一下，陆氏还有一个方案。王阿姨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王雪梅，你有完没完？滚蛋！陆大小姐动什么怒啊？来都来了，好歹给我们介绍介绍。他该不会是你们陆家最后的底牌了吧？还是我来介绍吧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穷鬼清洁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被陆远航给看上，这才成了陆家的狗。他要会做方案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他最擅长的事儿就是通厕所。赶紧滚回卫生间待着吧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地总，不好了，集团账户资金真的流向境外不知名账户了。什么？快叫集团财务官想办法追回资金。他们也束手无策。一群废物。算了，死当活马医吧。哎，你刚刚说的初步进步方案，再给我看一眼。方案都……哎，地总，
他就是个清洁工，你就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他写的方案根本就不能代表我们集团的水准。对，是代表不了，因为你们林家距离他的水平还差了10万8千里。让开！帝豪集团有救了！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这方案你也敢撕？废物，敢惹地总，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地总，这方案哪里惹你生气了？我来帮你撕了它。滚！地总，我明白了，撕了它怎么能行？我来替你烧了它，保证一个字都不……喂，找死啊！地总，你可不要太过分。我好歹也是富士集团的董事，为了合作，我才让你3分。别忘了，这可是我的地盘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支持，富士集团到底是姓富还是姓林？是，地总，您教训的是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望您不要为了这个废物清洁工伤了我们的和气呀。我看就是因为王雪梅这个清洁工，才惹得地总如此震怒。依我看，就应该打断这个人的手脚，然后扔出去。保安，还等什么？我看谁敢动他！这是怎么帮王雪梅说话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地总这是生气到极点，想亲自收拾这废物。我们都不许出手。王雪梅，这次你死定了！真是厉总，这个清洁工毕竟是我富士集团的员工，该怎么处置，应该由我们富士解决，请您不要冲动。王阿姨，请跟厉总道歉，给我过。恩人啊，要不是当年你用1壶茶的功夫给我指点迷津，我帝豪集团就要倒闭破产。哎，可惜呀，这么多年你下落不明，商界又尽是些宵小无能之辈，再好的茶水也无人与我共饮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集团出事儿了！什么？这是天要亡我帝家呀！除非本人负荆在世，否则将无人破解呀！恩人，你在哪儿啊？不，怎么能让您跟我道歉呢？还请高人救救我的公司！地总，您怎么能跟一个清洁工道歉呢？还什么高人？一定是你这个废物耍了什么手段！地总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！算什么东西？给我闭嘴！地总，好消息，按照您刚才给的方法，我们已经成功将资金追回了一大半了。还好您提前预料资金漏洞，干预及时，否则咱们帝豪集团今晚真的要宣告破产了。不是我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。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我完全相信您说的话，还请您出手帮我们帝豪集团，帮我们解决长远危机啊！李总，使不得，您赶紧起来！既然现在资金已经追回，你就按我方案上写的步骤2和3进行。妙啊，真是妙啊！相比之下，林家的方案只不过如此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林家再不济，也不可能输给一个清洁工。方案如此大胆，说是神来之笔也不为过。这也太厉害了！一个方案既解决了帝豪的资金问题，还规划了我们富士和帝豪的全新布局，实现了真正的共赢。王阿姨，这方案真的是你写的吗？王阿姨，这个方案真的是你写的吗？哥，这王雪梅到底什么来头？这王雪梅之前就能莫名其妙的看懂英文捐献协议，难不成真是什么大人物？
要真是这样，我和他断绝了母子关系，岂不是错过了真正的荣华富贵？陆远航、厉总，这些人为什么都对这个清洁工如此看重？爸，难道这个清洁工真有什么来头啊？感谢王女士力挽狂澜，救我帝浩集团于危机啊！我宣布解除和林家的合作，正式和傅氏签约。不是这帝宇豪，你出尔反尔！你们林家技不如人，还能怪谁啊？太好了，哥，王雪梅，没想到啊，你真有两下子。二小姐，你过奖了。恭喜大少爷、二小姐，有了帝豪集团的合作，傅氏的地位不可撼动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妈，你早说你这么厉害，咱们俩的母子关系就没必要闹这么僵嘛。我之前说断绝关系啊，是开玩笑。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离董事长只差一步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你们都被这清洁工骗了，这方案不是他出的，这都是他和陆远航的阴谋，这是他和陆远航的阴谋。小新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一个保洁能做出什么方案？这都是陆远航在背后出的。不光是这方案，就连帝豪集团被境外资本做空，这个事情也是陆远航所为。这是傅氏集团的阴谋。林德兴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依我看，陆远航根本就不想跟帝豪集团合作，他图谋的是整个帝豪集团，所以才会利用帝豪集团的种种困局和解决方案，来赢得帝总的信任。这算盘打得响啊！难怪一个清洁工还会写方案，我看就是骗子。老东西，你敢骗我！帝总，我真没骗你。还敢狡辩，糊弄帝总！我有所耳闻啊，这傅京为人正直，从善厚道，没想到傅氏现在为了一些利益，竟然愿意做境外资本的走狗啊！老爷，好消息，集团资金问题已经有人帮忙解决了。解决了？赶快告诉我是谁！听小帝总身边的李秘书说，是傅氏集团的一个清洁工。这清洁工的操作手法，竟然与当初恩人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。一定是恩人傅京回来了，赶快给我备车，我要立刻求见。是。我有所耳闻，这傅京为人正直，从善厚道，没想到傅氏现在为了一些利益，竟然愿意做境外资本的走狗啊！我们傅氏集团一向都是光明磊落的，帝总，您千万不能听信林氏的一面之词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够了，别在这废话了，本来我就看不上你们傅氏，现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设计陷害我帝豪集团。林董事，还是恢复我们原来的合作吧。帝总，等我当上董事长一职，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。陆大少爷，陆二小姐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们林家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。就是陆远航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他霸占集团董事长多年，早就应该让贤了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哎呀，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，烂泥就是烂泥，永远都扶不上墙。老爷，堵车了，这恐怕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傅氏集团了。恩人这次回来，又一次帮助了我们，我却迟迟赶不到，实在是太怠慢无礼了。赶快给豪儿打电话，让他见到恩人一定要毕恭毕敬，礼数周全。陆总，您相信我，方案确实是我写的，您别冤枉了傅氏。东西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哪有你说话的权利？是啊，王学梅，你待在这里都是污染空气。狄总，我建议，就这老东西，就应该打断他的四肢，拉去沉江，让他知道惹怒您是什么后果啊！所言甚是。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手脚，
拉到河里喂鱼。等等，爸，您不是在休养，不让我打扰你吗？今天是有什么吩咐吗？当然是有天大的事。你是不是在富士集团？我命令你立刻以地价最高规格准备厚礼，献给那位帮助我们解决危机的大恩人，并且我命令你一切听凭他的差遣。不是爸，你让我听一个清洁工的差遣，还要给他送礼。爸，这个清洁工他不值得。这次帝豪集团的危机，就是他和陆远航密谋策划的。我正打算解决他，然后和林家签约。混账！再敢对恩人出言不逊，小心我不念父子之情！我警告你，我帝豪集团的合作对象只能是富士。不是爸，虽然当年父亲对我们帝豪集团有恩，你不能因为就这让我无条件支持富士吧？小弟总说的没错，在商言商，无论富士以前多么风光，现在就是不如我们林家。帝豪集团和我们林家合作，那绝对是明智之举啊！没错。像富士这种不择手段找一个骗子清洁工来出方案的合作商，我看谁敢跟他们合作？各位，我可以作证，这个清洁工啊就是个骗子，因为他以前是我的养母，20年来一直一无是处，他根本不会做这个方案。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！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凭恩人的能力，别说写个方案，就算让我们帝家一夕覆灭，也是易如反掌。哎，这是不是爸？他就是个保洁，怎么可能？厉总，不如你看这样，既然地老董事长对这个清洁工深信不疑，您也不好忤逆老人家，不如就让他和我爸来一场炒股对决，谁赢谁就能和帝豪集团合作。对对对，这样最公平。臭扫地的，你敢赌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是，如果我赢了，帝豪集团只能跟富士合作。可以。如果你要输了，不但失去了这次机会，连你陆仔和富士集团都要滚出海城，自生自灭。王雪梅，你不是林德兴的对手，别答应他。王雪梅，话我今天撂这儿了。今天你要是能赢啊，我就免费给富士集团当一辈子的清洁工。王雪梅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不能给富士丢人。大少爷，二小姐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有信心赢得富士和帝豪的合作。取得帝豪的合作是我们富士唯一的机会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就让王阿姨试试吧。好，那我就说一下比赛规则。首先，双方拿出1个亿作为起始资金，半个小时后看一下双方账户的盈利，定胜负。1个亿，林少，我答应跟你赌，但是1个亿的资金我拿不出来，能不能现在？起始资金都拿不出来，富士，你干脆直接认输好了啊！爸还在昏迷，我现在手上现金只有3000万，爷爷，你能拿多少？我现在最多也只能拿得出2000万。我的天哪！你们堂堂富士连1个亿的起始资金都拿不出来，我真替你们感到寒酸呐！一群有眼无珠的混蛋！儿子，马上从帝豪集团账户上划5000万给恩人，再敢违抗你这个帝豪集团总裁，别当了！不是爸，为什么呀？爸！李秘书，立马按我爸说的办啊！王雪梅，你敢让我赔了，我要你狗命！谢谢帝总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亏。凑齐了起始资金，那又怎么样？依然是匹夫撼树。没事儿吧？既然这个清洁工想以卵击石，当众出丑，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。不愧是商业大佬啊，选了3只龙头地产股，真是神来之笔啊！
王雪梅，该你了。我买这3只。王雪梅，你买这3只都是烂果，你根本跟我爸比不了。王雪梅，你在搞什么？你故意坑我们富氏集团吗？二小姐，请稍安勿躁。我现在要全部卖掉这3只股，空仓。穷鬼就是穷鬼，一辈子没见过钱，这才100万就按耐不住了。林董已经盈利3000万了，你拿什么比？王雪梅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这股票还在涨，你卖了干嘛？妍妍，王阿姨说到底是为了帮我们。算了，我们富氏愿赌服输。大少爷，二小姐，你们放心，富氏不会输的。我刚才买的那3只股只是用来测试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地产股只是虚假繁荣，根本不具备投资价值，所以林德兴买的那3只股一定会跌停。装模作样，大言不惭！王雪梅，你本事不大，口气都不小。接下来我倒要看看你能入什么好股。倒不如你现在立刻下跪道歉，刚刚那100万我就打赏给你，怎么样？王雪梅，我劝你接受林少侯，100万呢，你通马桶通到下辈子也赚不回来呀。5000万就买这只。王雪梅，你不愧就是一个清洁工啊，连炒股都要捡垃圾，花5000万买这一只股，我非常非常期待一会儿你血本无归的怂样。完了，我们富氏集团是真的完了。王雪梅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买的3只股会跌停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打脸。追加5000万，满仓入我的股。好。林董已经盈利4000万了，再看看这个保洁买的垃圾股，一路暴跌，这高下立判啊！落斗装懂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的钱，我弄死你！丁总，您消消气，帝豪集团借我们的5000万，不管王阿姨是不是赔了，我们富氏都会还给你的。帝总，大少爷，半个小时时间还没到，我们再等等，我买的那只股一定会涨停。涨停？王雪梅，你能不能不要吹牛了？这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林少，有时候所有人能看到的机会，那就不是机会。王雪梅，你还在装呢？哥，咱真的不能再这样放着他胡来了。妈妈，我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。妈妈，我也跑不动了。妈妈，那他们真的能更快抵达终点吗？可是别人说，另外2条路才更有机会第一。洋洋呀，妈妈跟你们说啊，如果说人人都知道的机会，那就不叫机会了。咱们呀，走着瞧。走，继续。爷爷，你难道没有觉得他刚才说的话有些熟悉吗？有吗？我要是你，就把口袋内钱紧紧给捂住算了，直接认输，也不至于一个底朝天，到头来什么都不剩。就是现在。王雪梅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还嫌我们傅家输的不够惨吗？你是不是想要傅家都毁在你手里？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买的那只股一定会涨停的，所以趁现在跌到最底位的时候，我要用剩下的钱全部买入。你给我起开！老东西，给你点阳光，你就灿烂的没完了是吧？你是想让我们傅家全部都毁在你手里？大家快看，林董选的那只股涨停了！完了，林德兴买的3只股票全部涨停，
盈利额达到了50%。林董，你可真厉害！别说是这个清洁工王雪梅，就是他陆家所有人加一起，也不顶您一根手指头啊！距离比赛30分钟，还剩5分钟。陆大少爷，这一局赢家赢定了！看到了吧，我们傅氏被你给害惨了。还有5分钟，傅氏是不会输的。我敢预言，我买的那只航空股一定会涨停的。而原油股和航空股具有对冲属性，林德兴买的那只股票一定会跌停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用剩下的钱全仓买进这只航空股，这一局傅氏必胜无疑。住手！你买什么买？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妍妍，让他买。爸，你身体好了。爸，这个清洁工代表我们傅氏集团和他们林氏比拼炒股，都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，你怎么还让他随意炒股呢？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傅氏就完了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他，一定不会让傅氏输。我还以为陆董来了，傅氏能有转机，没想到被这个清洁工轻轻松松拿下。这个废物怎么说什么你都相信？我看眼下胜负已定。林董事，哦不，林董事长，恭喜恭喜啊！爸，恭喜你成为傅氏集团董事长，儿子有您这样的父亲，真是倍感骄傲。林董事长，林少，感谢你们让我进入到真正的强者世界。而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跟王雪梅这个废物断绝母子关系，并且投靠林家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个清洁工啊？因为他是……爸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个清洁工啊？因为他是……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清洁工的股票在疯涨，这个趋势难道涨停了？林董事的股票迅速回落，这恐怕是要跌停了。怎么回事？再接这个，再给我几秒钟的时间就够了。跌停了，跌停了！爸，太好了，哥！王阿姨，你挺厉害嘛。不对，一定是有人暗箱操作，我不服！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不服也得服。因为这就是股神傅金的实力。陆董，您说我是谁？爸，您说这个清洁工就是我妈？搞了半天，这个清洁工就是传说中的傅金？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传说中的商业女神傅金？我不信！难怪我爸这么信任你。原来你这个清洁工就是我们帝豪集团的恩人傅京啊！傅京又怎么样？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就是傻子一个，是也会败在我的手里。妈，老婆，老婆，看看吧，这就是你们崇拜的股神，一击即溃，我能赔一个。我爸说的没错，就算你是傅京又如何？昔日股神早就废了，只有我林家才能给得了傅氏集团未来。对，没错，傅氏集团迟早改姓林。王雪梅，你就算是傅京，那又如何？你马上就变成穷光蛋了，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个当穷鬼的命。而我王正决定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就是最明智的决定。闭嘴！我不允许这么说我妈。我想起来了。老婆，你想起什么了？我想起来了。老婆，你想起什么了？我全想起来了。老公，这么多年辛苦你了。洋洋，啊，妍妍，妈想你们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这怎么可能？王雪梅恢复记忆了，这20年来她早就忘记所有东西了，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恢复记忆了？爸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准备一下，我们帝豪集团的合同改和傅氏签。好，班长，厉家想毁约，和傅氏签合同，有没有问过我们林家的意见？3番2次毁约，是把我林某人当猴耍吗？林德兴，愿赌服输，你还想耍赖？耍赖！既然你们不给我林某人活路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来人！松手！林德兴，你找死！恩人，真是您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是我帝豪集团的合作书，请恩人笑纳。另外，犬子在这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多多得罪您。作为惩罚，我已经罢黜他在帝豪集团的总裁职务，今后全凭您的发落。全凭恩人处置。帝董，你已经惩罚过他了，我就不追究了。感谢恩人。至于林氏父子，爸，败了，林家彻底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林少，怎么办？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林家会一直罩着我的，会让我飞黄腾达做人上人的。林少，滚开！你这个废物！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，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穷鬼吗？要不是你这个扫把星，我们林家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吗？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狗叫一声，甚至老子我弄死你！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母子20年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正儿，我还记得你说过，你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跟我这个糟老婆子断绝关系。你还说，如果我赢了这场比赛，你就去傅氏集团当一辈子免费清洁工。我错了，那都是我胡说八道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跟我断绝关系，更不要让我做清洁工啊！妈，你以前对我那么疼爱，现在你有钱了，肯定更不会让我做这些脏活，对不对？正儿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应该对你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负责任。明天就去傅氏集团当清洁工，悔过自新吧。至于林氏父子，你们恩将仇报，试图霸占我的企业，欺负我的老公和儿女。从今天开始，海城再无你们的立身之地。还有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所谓的董事，从今天开始革去你们在傅氏集团的一切职务，永不录用。恩人英明，我相信有恩人掌舵，傅氏集团的未来必将鹏程万里。